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5部分，我的海上歷險。第22章，我是如何開始海上歷險的。叛亂者們沒有回來，也沒有從樹林裡向我們開槍。就像斯莫利特船長說的，他們已經吃夠了苦頭，所以我們控制了這裡，可以安心地照顧傷員和吃點東西了。特里、勞尼鄉紳和我在外面冒險準備食物，儘管有危險，可即便在外面，醫生照料的病人們發出的可怕叫聲，也讓我們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在戰鬥中倒下的8個人裡，只有3個還在呼吸。在槍眼被打倒的那個海盜約翰·亨特和斯莫利特船長，這3個人中，前2個實際上跟死了差不多。那名叛亂者確實死在了利弗西醫生的手術刀下，而約翰·亨特，儘管我們想盡了辦法，卻再也沒有在這個世界上恢復知覺。他活了一整天，呼吸聲粗重，就像先前在我們家客棧裡那個老海盜中風發作時一樣。但是他的胸骨被砸碎了，頭骨也因摔倒而骨折，所以在第2天晚上，他便無聲無息地去見上帝了。至於斯莫利特船長，他的傷勢確實很重，但並不致命，沒有哪個重要器官受到致命損傷。安德森的那顆子彈，因為是他首先打傷了船長，打斷了他的肩胛骨，傷及了肺部，但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害。第2顆子彈只是撕裂並帶走了小腿上的一些肌肉。醫生說他肯定能康復，但在此期間，幾週內他都不能走路或活動手臂，如果可能的話，甚至不應該說話。我指關節上的傷只是小事一樁，利弗西醫生給我敷了藥膏，順便還揪了揪我的耳朵，算是把事情了結了。午飯後，特里勞尼鄉紳和醫生坐在斯莫利特船長旁邊商議事情。他們暢所欲言，直到下午1點多，醫生才拿起帽子和手槍，把佩刀繫在腰間，將地圖塞進口袋，肩上扛着一支火槍，從柵欄北側穿過，大步走進了樹林。格雷和我都坐在碉堡的另一頭，以免聽到我們長官們的談話。格雷把煙斗從嘴裡拿了出來，卻忘了再放回去。醫生的離去讓他吃驚不小。哎呀，他叫道，看在戴維·瓊斯的分上，利弗西醫生是不是瘋了？一點也不。我回答說，要我說，他是我們所有人中最理智的。好吧，夥計，格雷說，他也許沒瘋，可如果他沒瘋，那麼你聽着，我肯定是瘋了。我想，我說，醫生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如果我沒猜錯，他是去找本干了。事實證明我是對的，這在後來得到了證實。但與此同時，由於屋子裡酷熱難當，柵欄四壁間的沙地在正午的陽光下炙烤着，另一個念頭開始鑽進我的腦海，而這個念頭可就沒那麼明智了。我開始羨慕起醫生來，他此刻一定正漫步在樹林的陰涼下，周圍有鳥兒和松樹宜人的清香，而我卻在這裡被烤得汗流浹背，衣服緊貼着身上發燙的松枝，周圍到處是血跡和屍體。這個地方開始讓我感到一種幾乎和恐懼一樣強烈的厭惡。我在碉堡外面清洗，然後在裡面洗碗碟的整個過程中，那種厭惡和羨慕的感覺越來越強烈，直到最後，當我靠近一個麵包袋時，趁沒人注意，我往上衣的2個口袋裡塞滿了餅乾，邁出了我逃跑計劃的第一步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說我當時是個傻瓜，而且我確實要做一件既愚蠢又魯莽的事。但我決心盡可能小心謹慎地去完成它。萬一我出了什麼事，這些餅乾至少能讓我第2天不至於挨餓。
接着，我拿了一對手槍。由於我已經帶了火藥和子彈，我覺得自己武裝得很好了。至於我腦子裡的計劃，其實還不算太糟。我打算到東邊那條分隔毛地和開闊海域的沙洲去，找到我前一天下午看到的那塊白色的岩石，確認一下本干是不是真的把他的小船藏在了那裡。我仍然認為那次冒險是值得的，但是因為我確信他們不會允許我離開此地，我的計劃是不告而別，趁沒人看見時偷偷溜出小屋。而正是這種做法毀了我的計劃，但我畢竟只是個孩子，而且已經下定決心要幹下去。事情進展得很順利，機會也再好不過了。特里、勞尼鄉紳和格雷正忙着給斯莫利特船長換藥，外面空無一人。我沒多想，一躍跳過柵欄，鑽進了最茂密的樹林裡。在我離開後不久，同伴們還沒發現我失蹤，我就已經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。這是我做的第二件蠢事，比第一件更糟糕，因為它使得守衛小屋的人只剩下2個了。但是，就像第一件蠢事一樣，它也為我們所有人的救出了力。我徑直朝着島的東海岸走去，因為我決定從沙洲靠海的那一側下去，以免被錨地的人看見。下午已經過了一大半，但天氣依然溫暖晴朗。我穿行在高大的樹木間，可以聽到遠處前方不僅有海浪拍打沙灘持續不斷的嘩嘩聲，還有樹葉和樹枝發出的某種沙沙聲，表明海風比平時要大一些。很快，我就感覺到陣陣清新的空氣吹拂着我。又走了幾步後，我來到了樹林的邊緣，看見了大海，它湛藍而明媚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線。而在近處海浪拍打沙灘的地方，則漂浮着白色的泡沫。我從未見過金銀島周圍的海是平靜的，即使太陽高照，空氣靜止不動，海面平滑如鏡，蔚藍一片，但巨大的海浪依然日夜不停地拍打着整個島嶼的海岸，咆哮不息。我想在整個島上，沒有一個地方聽不到海水的怒吼聲。我興高采烈地沿着海岸走着，直到覺得已經向南走得足夠遠了，便找了些茂密的灌木叢做掩護，小心翼翼地爬上了沙洲的頂端。我身後是海，面前是毛地，海風仿佛因吹得更猛烈，而突然決定停息下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陣陣從南方和東南方吹來的輕微而多變的氣流，帶來了大片大片的濃霧。與此同時，在骷髏島的下風處，毛地像我第一次見到它時那樣平靜而沉悶。伊斯帕尼奧拉號清晰地倒映在這片明淨的水面上，從桅杆頂端一直到水線，海盜旗則掛在船尾斜橫的頂端。船邊停靠着一艘小艇，長約翰希爾弗坐在船尾，我總是一眼就能認出來。另外2個人則探身在船舷外，其中一個戴着紅帽子，正是幾小時前我看見跳過柵欄逃跑的那個壞蛋。他們似乎在聊天說笑，雖然相隔1英里多，我自然一個字也聽不見。突然，傳來幾聲可怕的、非同尋常的尖叫聲。起初着實嚇了我一大跳，但我很快就認出了那是弗林特船長的聲音。甚至憑它五彩的羽毛，我還認出了那隻鳥，它正棲息在主人的手腕上。不久之後，小艇離開了大船，開始向岸邊劃來。戴紅帽子的人和他的同伴從舷梯離開了甲板。幾乎就在同時，太陽落到了望遠鏡山後面，由於霧氣迅速聚集，天色越來越暗。我明白，如果我想當晚找到本干的小船，就不能再耽擱時間了。那塊白色的岩石從灌木叢中顯露出來，離我還有大約1/8英里遠。在沙洲上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到達那裡，常常在灌木叢中匍匐前進。當我終於能夠抓住它粗糙的側面時，
天色已經很晚了。在它的正下方，有一個非常小的凹地，長滿了綠草，被邊緣和幾乎齊膝深的茂密灌木叢遮蔽着。在這片小小窪地的中央，有一個用山羊皮做的小棚屋，或者說更像一個帳篷，就像吉普賽人在英國各地旅行時攜帶的那種。我縱身跳進窪地，掀開帳篷的一面，本干的小船便出現在我眼前。如果說有什麼東西稱得上是自制的話，那就是它了。它是一個粗糙的木頭框架，兩側不對稱，上面鋪着山羊皮。毛朝裡，它看起來非常小，即使對我來說也是如此。我很難想象它能載着一個成年男子漂浮起來。船上有一根橫梁，盡可能低地安裝着，船頭有一個類似船尾柱的東西，還有一隻雙葉槳用來划船。那時，我從未見過古英國人制造的那種叫做小圓舟 coracle 的船，但後來我見過一隻，我只能說本干的船就像人類制造的第一隻，也是最糟的第一隻，也是最糟糕的小圓舟。然而，它卻擁有這類船只的一大優點，那就是非常輕便。好了，既然已經找到了小船，按理說我的胡鬧也該到此為止了。然而，與此同時，我腦子裡又冒出了另一個念頭，而且這個念頭如此強烈，以至於我覺得，即便斯莫利特船長本人反對，我也會把它付諸實施。我的計劃是趁着夜色溜到伊斯帕尼奧拉號旁邊，砍斷它的纜繩，讓它隨波逐流，在海岸的任何地方擱淺。我深信，那些叛亂者在早上遭受重創之後，最渴望的就是起錨，乘着順風溜之大吉。我想，阻止他們這樣做是件好事，而且，既然我已經發現他們的哨兵沒有船，我覺得我的計劃可以冒很小的風險來完成。我坐下來等待天黑，飽餐了一頓餅乾。夜晚似乎非常適合我的計劃。濃霧已經遮蔽了整個天空，隨着太陽最後的光芒逐漸減弱，直至消失，一片漆黑籠罩了金銀島。當我終於把小圓舟扛在背上，摸索着踉踉蹌蹌地走出我吃晚飯的那個窪地時，整個毛地只有2個可見的光點。其中一個是陸地上燃燒的巨大篝火，打了敗仗的海盜們正圍着它在沼澤附近酗酒；另一個只是黑暗中一團模糊的光斑，標示着拋錨船隻的位置。退潮使它轉了個方向，現在船頭正對着我，船上唯一的光亮在船艙裡，我看到的僅僅是船尾窗戶射出的強烈光線在霧氣上的反射。退潮已經開始好一會兒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在泥濘的沙地上跋涉很長一段路，好幾次我都陷到腳踝以上，才到達正在退卻的水邊，然後又涉水走了一小段，我才使勁而靈巧地把小圓舟的龍骨平穩地放在水面上。